姐，你为什么要写这些吓人的故事？为什么？这些发生案件的宅院，都是咱们江家以前的房子。我一定要关注这个事情。秦老爷怎么会有这些资料？父亲，账本可能真的……父亲，父亲！来人，给我把沈医生叫过来。啊！快去！ 这个江叔也太狡猾了吧！居然从我这个江氏手里跑走了2次。这样，晴儿，明天你再跟我去一次，我就不信了。你去吧，他已经有防备了，应该不会再去了。我就不去了。秦大哥，既然我们已经确定沈田就是江家的小女儿，那我们为什么不去问问她任子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去问吧，我已经试探过了，他没有说谎，而是真的不知道。不是你。 喂，是秦二公子吗？你的？喂，是我。秦二公子，我从秦老爷手里偷来一份资料，还有医院的收尸记录。好，那我现在过来。等会儿，我今天晚上还需要整理一下，明天中午我们在城北的废弃教堂见。行。 那明天见。老秦，看看这个。原来当年和江野一起开矿的合伙人是我父亲。还有一点，江家一家6口人。 在一夜之间全都死了。警方想要深入调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查不下去了。后来才传出是鬼杀人。所以我哥在江家老宅可能不是意外，而是江家人干的。各位，我有事出去一趟。父亲。 我这次来，是想给您看个东西。我帮您打开吧。我希望您可以告诉我，江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个表面的慈善家，把铜矿卖给了日本人，做了叛国之事，商会的名誉全败在他的手里。 那当年告发他的人是您吗？怎么，父亲在你眼里就是这样一个形象吗？一恒，你都这么大了。 还不能理解父亲吗？父亲这么做不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你好？你不能对父亲这个态度啊！赶紧跟父亲道歉。
如果他真的是为了这个家，为了我好，那就应该告诉我任子年江家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你，又为什么要去江家老宅？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秘密，是不能告诉我的。所以是真的跟我们秦家有关了。我明白了。你们怎么在这儿？是你妹妹沈天叫我们过来的，她人呢？不可能！如果她要约你们，怎么会叫我过来？等等，如果你要抓我，请拿出证据。我是想要问你，当年江野被判处叛国罪，跟我们秦家有关系吗？你堂堂秦二公子，难道不知道真相吗？秦一恒啊，秦一恒，你们秦家的人真是越来越虚伪。这件事情，我一定要知道真相。对不住了。看样子，这姐弟俩的新宅似乎有点不一样。那他们俩知道的事情，也有可能不一样。
张老板，哎，20多座小学啊，大手笔大。哎呀，饮水思源，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老弟，借一步说话。啊，好。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不可能，铜矿绝不能卖给日本人。老弟，日本人开出的价格足够我们开采20年的利润。拿了钱，你继续开开心心做你的慈善，我做我的生意，大家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呢？我姜某人是做慈善，不做卖国贼。这日本人狼子野心呢，要是让他们得了铜矿，他们会造军火。整个长山州不会安生的。老弟，你再好好考虑考虑。别说了，只要我在一挺，日本人拿不到1块矿石。晴儿，走。小心！带孩子走。走。晴儿，走。你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你们对我做了什么？陷害你父亲，出售铜矿给日本人，在你心里，指挥那一群忍者的人，是我父亲吗？我没有证据证明你爹就是真正的凶手，但是我父亲死后，你爹就成了唯一的经营者。我嫁给孙志龙就是为了查清楚，你爹到底是不是当年和我父亲一起做生意的合伙人。那当年，你们的母亲明明已经带着你们逃走了，那江家一家6口一夜暴毙的传言，又是怎么回事？当年我父亲得知自己被处叛国罪后，那些他帮助过的人，一个接一个落井下石。父亲死后，我的母亲就从乱岗中找出4具小孩的尸体，伪装成我们假死的模样，带着我们逃跑了。我父亲做了一辈子善事，却落得如此下场。从此以后，我发誓，我们江家人再也不会与人为善。姐，四妹出事了。叫什么亲？四妹，四妹。
情一言，善无善终。我教过你多少次了？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如果你听我的，就不会落得如此下场。你起来啊！你起来啊！一定是他，一定是他杀了四妹。你起来，快起来！告诉我你错了，你起来啊！姐，那间教堂是我们姐妹见面的地方，他为什么会约你们去那儿？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快告诉我，告诉我！他说有事找秦大哥，不能去医院，只能来教堂。是他，一定是秦一池干的，我找他报仇。哎，李女士，你冷静点。秦一池，我要你偿命！疯了！秦大公子，他妹妹昨天晚上遇害了。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为什么不问他？他昨天晚上在哪儿？我昨天晚上整晚在病房里照顾我父亲，这些护士都可以证明。至于你妹妹是谁，你妹妹的死活，我不知道，也跟我没有关系。不要血口喷人！我不相信，他们都是秦家的人，肯定向着你说话。白警长和警察都在这儿，我们一定会查明真相的。我一定会给你们个说法，但如果你继续闹下去的话，我就要依法办事了。二妹，别做傻事。奇怪，他难道是为了钱杀人？可是张三为什么也死了？尸体是被万将寿给发现的，而法医尸检也已经确认，张三是被人用剪刀给戳死的，而沈田是被人给掐死的。这屋子里的钱已经不见了，而张三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答应，拿了钱以后会离开此地。可是现在，他又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难道说是有第三个人出现，把所有人都杀了？袁大小姐，秦医生，清楚。我们警长让我来告诉你们，沈田案子有眉目了。走。所以沈田屋子里的钱是你偷走的？嗯。你说说犯罪经过。那天晚上，你们俩怎么看？张三已经死了，现在唯一跟他熟悉的，就是跟我同名的哥们儿。没错。你也是这么想的？嗯。走，找他问问去。不可能，小妹绝对不可能是张三杀的。张三跟我亲如兄弟，况且他上次还答应过我一定会保护好小妹，所以无论如何，小妹一定不会是他杀的。如果不是他杀的沈田的话，难道说是那个自首犯人下的手吗？这个事情
应该不是简单的谋财害命吧？当然不可能。沈田他不是什么有钱人。如果这个凶手他是为了钱而连续杀害了沈田和张三，然后再去自首，那他的行为逻辑未免也太奇怪了吧？所以他一定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掩盖什么事儿。秦大哥，沈田想交给你的会是什么东西啊？秦二公子，我从秦老爷手里偷来了一份资料，还有医院的收视记录，跟你有关。晴儿，要不要先打开看看？不用，这应该就是沈田要交给我的。江叔，这些是医院的收视报告，而且这上面整理了我们之前经历过的每一个案子。你们看，每一个受害人，他的收视顺序都是按照这个案子当时发生的顺序去排列的，所以说没有什么不正常的。现在唯一有问题的就是沈田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从医院里拿出来？问题在这儿，在这些资料上。这些资料是沈田从我父亲那偷过来的，这上面清楚地记载了我们之前经历的每一个案件当事人的生前的信息，而且这上面有3个疑点。比如说王谦，他之前卖出的每一个房子都是他从别人那买过来的，而这上面明确地写出了他买入的时间，这是第一个疑点。而第2个疑点，这上面还写了他的软肋，他对死亡的恐惧和他对虚名的执着。而第3，就是每一份资料上的最后一句话：此人可为我所用。很明显，每一个受害人在他生前都被人调查过，尤其是他们的软肋，被清清楚楚地记录在了上面。之后才有人把这些有问题的宅子卖给他们。所以说，之前我们经历的每一个案子，都是这个卖家故意安排的。此人可为我所用，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此人可为六指所用？而这一份资料是沈田从我父亲那儿偷过来的。你说我父亲和六指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秦大哥，你也别多想，你父亲跟六指可能没有关系呢，而且你父亲也不会读心术，更不可能是六指。晴儿，不管有没有关系，现在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些宅子原本的主人是谁。是我们家的。当年我父亲出事以后，我们家的资产就都被没收了。可是我们姐弟4个还是经常关注着这些房子，直到后来，你们所破获的案件竟然都发生在那儿，我才越发觉得蹊跷。所以就以此为原型，写入我的故事连载。我们也很想知道，究竟是谁把这些房子卖给受害人，并且变成了凶宅。从这些资料上面记录的时间上来看，之前经历的每一个案子间隔都不远。王谦，乙未年2月18日；阿斌，乙未年3月9日；钟表铺子，乙未年4月18日。等等，我给你们看样东西。你们看，这个是不是和你们刚刚说的时间吻合？江叔，我明白了。你们看，这些资料上面
有买入记录，却没有卖家记录，而这个账本上面有时间和收入记录，却没有买家记录，而且他们的时间都是一一对应，顺序也是一样。没错，收视记录上面的案发时间也和这些是完全一致的。奇怪，为什么壬子年这一笔20万银元的收入也没有买入记录呢？我知道这笔收入是怎么回事。当年我爸被陷害，政府说他卖铜矿给日本人，以叛国罪论处。那晚他被人害命，竟然被说成畏罪自杀。那时候我爹有个合伙人，但是直到我娘去世，也没有告诉我们那个合伙人的真实姓名。后来，秦毅就成为了这个铜矿上唯一的主人，也就是说，最大的受益者是秦毅。你们看，这笔收入的时间、金额，同当时铜矿的事件一致。你的意思是说，你怀疑我父亲害了你们家？是。我们姐弟4个调查那么多年，都没有发现其他人有嫌疑。而且这个账本是你们家的，我嫁给孙志龙就是为了查这个。如果说这些宅子是从我家流出去的，那卖给他们的就一定是我爹。江叔，之前你是从六指手里接的买卖生意，你说六指跟我爸会是什么样的关系啊？晴儿，不管是什么关系，我们现在先去问问他。我要你们干什么吃的？知不知道这人是谁？那是我父亲！混账！父亲呢？我来的时候，父亲已经不在了，我也不知道父亲去哪儿了。看到秦大哥这么难过，我也好难过。江硕，如果有一天我家里也发生了这种事儿，你会不会？那我现在就去找我爹，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秦叔叔。我送你出去。给我酒，走，我还能喝。走。
这个字条我研究很久了，什么发现都没有。但想要找到你爹，我们还是得从这个字条下手。你说这个月会不会是月见不入爻，卦象的意思？我父亲不懂这些东西。如果这真的是我父亲的字迹的话，那他就应该不是月，而是阴。你的意思是？之前我父亲总是说他找阴河，而现在江家老宅种种事情都表明，我父亲和六指之前的案子有关。我现在也搞不懂，我父亲到底要做什么。如果说你的父亲是真的找阴河去了，那我们的目标就是一样的。只要我们破解六指留下的魔方，就一定可以找到你爹。爹，吃这个。哟，这么大一块。哎，我真羡慕我这个妹妹啊，有这么一个宠她的好丈夫。哥，你又笑话我？我哪笑话你了？大哥放心，我一定好好宠淑萱。哎，这个我绝对相信。哎呀，倒是我这宝贝丫头啊，你什么时候能找一个宠你的好丈夫？我这做爹的也就放心了。爹，这个你就别瞎操心了。说吧，最近有没有跟那个叫江硕的小流氓混在一起啊？爹，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江硕他不是小流氓。哥，你就是管太多了。妻儿自己的事情，他自己有主意。我那叫管得多吗？啊，他就是爱给自己找事情。爹，你知不知道这两天秦叔叔回来了？我当然知道啊，我听说人不是疯了吗？嗯。你问这个做什么？这前两天他又从医院走丢了，听说跟这个六指有关系，咱们能不能帮他们？连长，他不就是一个商人吗？他没有家人，没法报警。我警告你，这件事情不要跟着瞎掺和。行了行了，别说了，吃饭啊。晴儿，老大，这碗我得敬你，咱长山州是因为有了你，才这么的太平，啊，老大。哎呦，老朱还会拍马屁了。这是什么叫拍马屁？你这谁是马？我就问你，不是谁是？老大，我说老朱会拍马屁了，会说话了。来，我给你们说一个不拍马屁的。我小黑，我就想成为一个像白老大这样的好警察，惩奸除恶，成为咱们长山州的神探，这是我的志愿。小黑啊，我没你那么大的志向，我只想当一个普普通通的警察，过普普通通的日子。你还想多普通啊你？你现在已经完成任务了，你已经很普通了，你还想什么样啊？来，没有出息，我跟你说，早给你开了。来，别开呀，来喝酒，敲打咱们。你。
六指，你出来！六指，六指，你出来！六指，我有事情要问你。六指，六指，六指，你出来！江硕，别着急，还有2关，我们就能见面。老大，金小猴，猴，已经查清楚了，死者名叫汤明，是个跑快船的老板。小黑，哎，查一下这个人的背景，看看有没有仇家。是。你来干什么？父亲回家了吗？检查。白警官，这什么意思啊？器重我弟弟啊，把他从医生升到法医了。你也看到了，我这码头船来船往的忙得很。你说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啊，我这都停工1上午了。你能不能找人赶紧把这些东西给我处理一下？秦大公子，人命关天，先查案好了。现在初步可以判定，他不是吊在上面窒息而死，而是被人从后面勒住了脖子，拧断了颈骨而死。死亡时间在6个时辰左右。他的手背没有划痕，指甲缝里也没有残留的可疑痕迹，所以我推测，凶手下手极快，而他很有可能都没有看清楚是谁勒死了他，很有可能是一个职业杀手干的。这里是走船的地方，跟你们大街上不一样。调查这死人的案子，能不在我的地盘上吗？都说了你吃不了这碗饭，你还赖在这耽误我秦家的生意。当初赏你那几个子儿，就是想让码头图个安宁。你可倒好，还能舔着脸在这说，这地盘是你管的。秦大少，您看您这话说的，好像我是你们家看家狗啊！啊，跟狗比，阿贵，你可真会抬举你自己啊！姓秦啊，你们俩的事私下再说。这是查案呢。秦大少，死者的货我要验一下，行个方便。不是白警官，人抬走还不够，还要检查货。我这不说日理万机吧，但是也真的是没时间没工夫伺候你们这些警察。你看我这码头上这些贵重的货，我现在是出不去也进不来，这损失算谁的？再者说了，这货要是丢了，找你啊！货丢了算我的。他的货在哪儿？在这里。可以了吧？你真打算跟那帮警察混下去？哥，我觉得还是都看一遍吧，这样大家都省心。你就不该掺和。什么意思？父亲的意思啊。所以你知道父亲在哪儿了？我不知道父亲在哪儿。总之，我不指望你为秦家做什么。但是以后，码头的水深这里边的事儿，你不要掺和。